我把那张100万的支票直接塞进了旁边超模的深 V 里，弹性十足的触感传来，妹子娇笑着贴紧我胳膊。陆少你好坏，好喜欢。我一脚油门，黑色跑车如同野兽般冲出，强烈的推背感让后座几个姑娘惊呼连连。窗外的霓虹拉成流光，山风呼啸灌入，吹得我衬衫猎猎作响，脑子里冰冷的机械音准时播报。抹杀倒计时167小时43分12秒。7年前，我被这傻逼系统绑来，任务就一个，让邻家大小姐林雅爱上我。成功了，功成名就；失败了，后果就是魂飞魄散。我演了7年深情，她喜欢我什么样，我就怎么来。结果今天下午，她在众人面前轻描淡写宣布了下个月结婚，然后把1张1亿元支票递给了我。陆琛，我们之间到此为止吧，你让我有些腻了。腻了？行，就当我这7年为了狗。陆少，咱们去哪儿玩呀？副驾的柳云探过身，红色短裙根本包不住那双美腿。她是这城里最有名的私人定制经纪人，专为顶级圈子服务。我一句话找10个最顶的妞，钱不是问题。她10分钟就给我凑齐了这一车绝色妹子。山顶老地方，我方向盘一打，车子在弯道甩出漂亮的弧线。今天怎么疯怎么来。过去7年，我连酒吧门都没怎么进过。山顶私人会所，我包了全场。香槟塔堆了3米高，我拿起话筒喊话全场。今天全场我买单，9个够，都给我嗨起来。一个穿着银色亮片裙的长腿模特妹子靠过来，喂我吃了颗葡萄，指尖若有若无，擦过我嘴唇。另一个气质清纯的妹妹给我倒酒，俯身时领口风光，一览无余。我左拥右抱，手自然地搭在她们柔软的腰肢上，感受着温热的体温和细腻的肌肤触感，真爽！这才是老子该过的生活。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不用看都知道是谁。我接了，按了免提，周围瞬间安静下来。陆琛，林雅的声音冷得像冰块。你这么晚怎么没在家？在哪鬼混？我喝了口旁边美女递来的酒，慢悠悠道：林总，分手了还管这么宽？你未婚夫知道你这么惦记前男友吗？你非要这样自甘堕落？他语气里压着怒意。找这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撒钱摆阔，你觉得这样能证明什么？证明我开心啊！我笑了，手指划过身边美女光滑的美腿。以前跟你在一起真是憋屈，现在老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话说完，我顿了顿，声音冷下来。还有事吗？没事就挂了，我忙着呢。电话那头传来深呼吸的声音。好，你喜欢玩，那就玩个够，小心别把自己玩死。用不着你操心。我直接挂了电话，把手机扔进冰桶。胃部熟悉的绞痛又开始了。我面不改色，吞了2片止痛药，搂着身边2个姑娘站起来。走，下一场。接下来的几天，我彻底疯了。我一脚油门，强烈的推背感让后座几个姑娘惊呼连连。我方向盘一打，车子在弯道甩出漂亮的弧线。接下来的几天，我带着姑娘们到处玩乐。在超跑俱乐部，我砸了8位数拍下一辆限量版毒药，要是随手扔给旁边笑得最甜的车模。归你了。那妹子眼睛瞪得老大，扑上来就亲了我一口，恨不得立马把自己送给我。在豪华游艇上，我开了场泳装派对，请来的全是顶级模特和网红。我穿着浴袍坐在甲板中央，看着她们性感的娇躯在眼前晃。一个身材火辣的棕发美女故意把水泼到我身上，然后笑嘻嘻地凑过来用毛巾帮我擦，动作暧昧至极。我顺势揽住她的腰，手感好得惊人。拍卖会上，我硬生生用3倍价格抢了周家老爷子看上的古董，那老头子脸都绿了。我转头就把东西送给了一个刚认识的舞蹈系妹子，她激动地当场给我发了私房照，暗示今晚有空随时可以过来陪我。每一次挥霍，每一次和不同风情的女人调笑，胃里的疼痛就加深1分。但我不管，反正我都要死了，死之前一定要玩个尽兴。柳云私下问过我，眼神担忧。陆琛，你到底怎么了？这么糟蹋自己？我点了根烟，吐了口烟圈，装作没事道。我能有什么事儿？别担心，我爽着呢。第5天晚上，我在最烧钱的夜店包了最大的卡座，请了10几个姑娘，性感的、清纯的，什么类型都有。我坐在中间，像个帝王一样享受所有美女的恭维讨好。一个穿着黑色皮裙、身材劲爆的姑娘坐到我腿上，喂我喝酒。另一个清纯系的学生妹靠在我肩头，手指在我胸口画圈。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就在这时，门口一阵骚动，我抬眼看去，就见林雅穿着一身灰色套装，站在五光十色的灯光边缘。她死死盯着我，盯着我怀里2个衣衫单薄的漂亮姑娘。她怎么会来？我怀里的姑娘察觉到不对，小心地问：陆少，他是谁啊？我没回答，松开他们。我拿起一杯酒，慢慢走到林雅面前。林总，走错地方了吧？这可不是你这种大家闺秀该来的。林雅的嘴唇在颤抖，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情绪，混杂着震惊、愤怒，还有一丝狼狈。陆琛，她的声音有点嘶哑。你非要这样作践自己给我看？这句话听得我笑了。我靠近，依旧能闻到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以前我觉得很好闻，现在只觉得讽刺。你觉得我做这些是为了给你看？我压低声音，只有我们俩能听见。林雅，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玩我的，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看到门口没？滚出去，别扫我的兴。他身体晃了一下，眼圈瞬间红了，却强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旁边我带来的双胞胎姐妹花之一走过来，柔弱无骨地靠在我身上，挑衅地看着林雅。路上这大姐姐谁啊？好凶哦！我扭头看向林雅，面带嘲讽问道：林小姐问你话呢，你是我的谁啊？林雅猛地看向那女孩，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我却已经转过身，搂着双胞胎姐妹走向舞池中央，背对着她大声说：来来来，继续，爷今儿个高兴，开始发钱。头顶上巨大的透明圆球轰然炸开，粉色的钱瞬间淹没了下面的人群。余光里，我看到林雅在原地站了很久，才踉跄着转身离开。她后悔了吗？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了。胃部传来撕裂般的剧痛，我闷哼一声，额头上瞬间布满冷汗。我推开身边人，冲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吐得天昏地暗。马桶里全是暗红的血，镜子里的男人眼窝深陷，嘴唇毫无血色，仿佛下一秒就要倒了。脑子里的倒计时还在跳动，抹杀倒计时48小时03分19秒。我擦掉嘴角的血，咧开一个难看的笑容。爽是爽了，命也快没了，值吗？不知道，但看着林雅刚才那副样子，老子心里竟然有那么一丝丝扭曲的快意。我忍不住又吐了口血，腹痛加剧，这下我是彻底笑不出来了。系统能不能提前弄死我？我真扛不住了。我瘫在酒店套房的波斯地毯上，整个人缩成一只虾米，身上的冷汗将身上的衣服都给湿透了，每一次呼吸都像吸进碎玻璃渣，这种感觉就像是胃里有个电钻一样，往死里在嚼我的肉。抱歉宿主，根据协议，脱离时间不可更改。系统的回答毫无人情味。去你的协议，老子都快疼死了。我眼前发黑，牙齿咬得咯吱响，血腥味从喉咙深处漫上来。拼死拼活干了7个世界，攒的那点家底，眼看着就要赔在这个鬼地方。商城里不是有个打死都不痛的果子吗？给老子换！无痛果实兑换需消耗您累计7个世界所得的全部积分，果实仅在本世界生效，且无法治愈本源伤害。是否确认兑换？换！立刻！马上！我几乎是嘶吼出来的，人都快疼死了，那还管得了那么多？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话音没落，手里猛地一沉，一枚暗红色的果子凭空出现，摸上去温温热热，表皮流动着诡异的光泽。我管不了那么多，一口塞进了嘴里。果子入口即化，一股清冽的凉意瞬间炸开，顺着喉咙一路冲向4肢百骸。几乎是同时，那要把人撕碎的剧痛瞬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瘫在地上，大口喘气，虽然痛感没了，但身上还是虚的冷汗直冒，胃部对应的地方摸上去一片冰冷，这效果比打麻药还管用。陆少，你怎么了？带着睡意的惊呼从卧室方向传来，紧接着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带着各种香气的倩影围拢过来。最先跑过来的是昨晚那个棕发模特，他只来得及套了件我的白衬衫，下摆刚遮住修白美腿，一头卷发凌乱地披散着。他跪坐下来，温热的手捧住我的脸，碧绿的眼睛里全是慌乱。天啊，你的脸色好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位黑长直的漂亮妹子比较镇定，很快端来温水，小心地递到我嘴边。我借着她的手喝了2口，温水下肚，肚子里那股萦绕不散的寒意好了少许。没事。我撑着地毯想站起来，腿一软，差点又栽回去。左右立刻伸过来好几双漂亮妹子的手，温软的手臂架住我的胳膊和腰，七手八脚把我扶到沙发上。真没事。我看着眼前几张写满担忧的俏脸，扯出个笑。老毛病，抽个风而已，都去收拾一下，今天日程满着呢。女孩子们互相看看，将信将疑，但还是听话的散开去换衣服洗漱。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脑子里那个该死的倒计时还在走，但现在身体不痛了，心里那团火又烧了起来，还剩不到2天，每一秒都不能浪费。半小时后，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下楼，我走在中间，左边搂着棕发妹凯茜的细腰，她换了身紧身皮裙，傲人的身材曲线毕露；右边是那个清纯系学生妹小雨，乖乖巧巧挽着我胳膊，身上有股淡淡的花香，后面跟着其他8的姑娘，风情各异，穿着打扮更是一个比一个吸睛。这阵仗一路从电梯到大堂，吸引了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刚走到前台，我脚步一顿，真是冤家路窄，酒店锃亮的大理石地面那头，林雅正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并肩走来。那男人就是周彻，他新鲜出炉的未婚夫，手很自然地搭在他后腰上。两人也看到了我们，脚步同时停下。林雅的目光先是落在我脸上，然后缓缓下移，扫过我搂着凯茜腰的手，又扫过我身后那一片莺莺燕燕。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得干干净净，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周彻的脸色也沉了下来，盯着我，眼神不善。前台小妹完全没察觉这诡异的气氛，笑容甜美的开口：“陆先生，早上好。您和这几位女士的总统套房，今天是续住吗？”续。我眼皮都没抬，
从钱夹里抽出黑卡，随意扔在台面上。再给我续1个月。我能感觉到林雅那道视线死死定在我背上，火辣辣的，带着难以置信和一种近乎屈辱的愤怒。他大概从没想过，那个曾经对他唯命是从，连多看别的女人一眼都不敢的陆琛，会变成现在这副左拥右抱、挥金如土的模样。可这能怪谁？是他们自己走进这家酒店的，不是我陆琛上赶着去爱他们的眼。手续很快办完，我收回卡，手臂用力将凯茜和小雨往怀里带了带，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那边听见。走吧，我的宝贝们，找个地方，咱们好好的温存一番。说完，我搂着2个妹子，带着身后一道风景线，头也不回地朝门口那几辆等候的跑车走去。自始至终没往林雅和周彻的方向看半眼。车门关上，引擎轰鸣着驶离酒店。凯茜靠在我肩上，小声问：陆少，刚才那2位你认识？不相干的人。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淡淡道：接下来的时间，我带着这10个姑娘，几乎把整个城市掀了个底朝天。娱乐新闻彻底炸了锅。陆琛携10美横扫奢侈品店，陆琛1元现金夜场狂欢，陆琛疑似分手后疯狂泄愤，各种吸人眼球的标题轮番轰炸热搜榜。这些狗仔们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从早到晚围追堵截。镜头里，我出入最顶级的俱乐部，在私人游艇上开比基尼派对，在赛车场一掷千金。身边的女伴有时是凯茜，有时是小雨，有时又换了新人。漂亮妹子们个个笑靥如花，身材火辣，这种生活堪称男人梦寐以求的天堂。当然，这也引起网络上一片哗然，骂我的人不少，说我被富婆甩了之后原形毕露，穷奢极欲，人品低劣。但也有人开始猜测，这种不计后果的疯狂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别的东西。这些声音我统统不在乎。为了清静，我直接雇了一支顶级的安保团队，10几个黑衣墨镜的彪形大汉，清一色全都是退伍兵出身。他们分工明确，形成一堵移动的人墙，把那些烦人的镜头和窥探彻底隔绝在外。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可我丝毫不在乎，反正我都要死了，总不能人死了钱还在吧？那岂不是便宜那群想我死的人了？我每天带着8个妹子早出晚归，白天我带着漂亮妹子们扫荡各大高端场所。米其林3星餐厅里，我包下整个露台，昂贵的菜肴摆满长桌，姑娘们嬉笑着互相喂食，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她们闹，偶尔接过递到唇边的酒杯，指尖不经意擦过她们的酥胸，手感紧致柔软。午后去逛高定店，我让她们随便挑。凯茜看中一条镶满碎钻的礼服裙，穿上后美得惊心动魄，在试衣间镜子前转圈，那双雪白的长腿很是诱人。我从后面走近，手臂环过她的腰，下巴搁在她裸露的肩上，陶醉在她身上的香味中。你喜欢，买了。她转过身，手臂勾住我的脖子，呵气如兰。陆少，你对我这么好，人家要怎么做才能报答你啊？别扫我星就行。我拍了拍她的翘臀，没让这个话题继续。夜晚才是主场，市中心最热门的酒吧，最大的卡座早已经被我们占据，音乐震耳欲聋，姑娘们围在身边玩骰子喝酒，香槟喷得到处都是。清纯妹妹小雨酒量浅，几杯下去就晕乎乎的靠在我怀里，小手无意识的揪着我衬衫扣子。往哪摸呢？我一把抓住小雨想要往里面摸的手，小雨俏脸红的不行，抬起水蒙蒙的眼睛。人家喝醉了，不是故意的。说着想要收回手，我却没放手，而是紧紧拽着她往怀里送。见她如受惊的兔子般，耳根都红透了，我这才放过她。另一个叫安娜的性感妹妹舞跳得极好，直接在卡座前的小空地上即兴来了一段，腰肢扭动，眼神勾人，引来一片尖叫鼓噪。我也没含糊，笑着往她扔在地上的外套里塞了几沓现金。陆少大气。安娜也被这阵势惊到了，兴奋地扑上前，不由分说，直接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我没躲，反而挺享受这种感觉。有时候喝到凌晨，干脆就不回酒店，直接在 KTV 包厢里厮混到天亮。坐在角落的沙发里看着他们闹，胃部那个位置依旧冰冷，但好在真的不痛了。第6天深夜，我从一家酒吧出来，准备转场去下一个地方。午夜的街道冷清了些，但霓虹灯依旧耀眼。我喝了酒，有点微醺。凯茜和小雨一左一右扶着我，身后跟着其他人和保镖。刚走到车边，街角阴影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挡住了去路。他显然等了有一会儿了，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就这么冷冷瞪着我。保镖立刻上前半步，被我抬手拦住。有事。我松开搂着妹子的手，摸出烟盒，叼了一根点燃。火光闪烁间，我抬眼看周彻，不得不承认，这狗东西确实有副好皮囊，难怪是林雅心心念念的白月光。看着他那张脸，某些早就模糊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最初林雅会注意到我，大概也是因为我侧脸那几分与她相似的神韵，这念头让我一阵反胃。周彻胸膛起伏，显然在强压怒火。陆琛，我知道你和林雅分手，心里不痛快，但你用这种方式报复，不觉得太下作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些荒唐事给他带来多大困扰？我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雾。困扰？
我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我给他造成困扰。我笑出了眼泪，抹了抹眼角。周彻，你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我花钱，我玩女人，我过我自己的日子，这叫报复。你俩是谁啊？值得我费这心思？我往前走了一步，逼近他，能闻到他身上那股子令人作呕的古龙水味。老子现在爽得很，比过去7年任何时候都爽，听懂了吗？周彻被我噎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拳头捏得咯咯响。陆琛，你……我没兴趣听他的下文，直接抬起头，视线越过他的肩膀，落在远处市中心那栋最高建筑的巨型广告牌上。此刻，那上面正轮番播放着林雅和周彻的婚纱照，照片拍得极好。林雅穿着洁白的婚纱，依偎在周彻怀里，仰头看着他，脸上绽放出的笑容明媚又耀眼，那是我跟在他身边7年从未见过的笑容。已经第6天了，距离我的这趟旅途终点只剩最后24小时。心脏某个地方突兀地抽痛了一下。挺好的。我扯了扯嘴角，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伸手拍了拍周彻紧绷的肩膀。恭喜啊！我声音平静。明天你们2个大婚，祝你们百年好合。说完，我不再看他阴沉难看的脸色，转身拉开车门。凯茜和小雨立刻乖巧地钻了进去。跑车低吼着驶入夜色，后视镜里周彻的身影站在原地，越来越小，直至消失不见。我靠在真皮座椅里，闭上眼。车子甩开周彻后，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开了10几分钟。车内的沉默有些压抑，凯茜几次想开口，看到我闭目靠在座椅上的样子，又咽了回去。停车！我忽然开口，司机靠边停下。窗外是一家颇有格调的威士忌吧，灯光昏暗，招牌低调。就这儿吧。我推门下车，女孩们面面相觑，但还是迅速跟上。这地方和之前去过的喧闹场所截然不同，音乐是舒缓的蓝调，客人三三两两低声交谈。我们这一大群人涌入，立刻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引来不少侧目。我要了个相对隐蔽的卡座，自顾自倒了一杯。陆少怎么想来这儿了？安娜接过我递给她的酒，轻声问：吵的地方去腻了，换换口味。我抿了口酒，烈酒划过喉咙，带来熟悉的灼热，却暖不了胸腔里的冰凉。就在这时，门口的风铃轻响，我的目光随意扫过，然后微微一顿，进来的是林雅的妹妹林薇。她穿着简单的卫衣、牛仔裤，素面朝天，看起来清新可人，身边还跟着个高高瘦瘦、打扮干净的男生，两人挨得很近，关系显然不一般。林薇也第一时间看到了我，以及我身边衣着光鲜的一群女孩，她脸上轻松的笑容瞬间僵住，脚步也停住了，眼神里写满了错愕和难以置信。她身边的男生也看了过来，面露疑惑。林薇咬了咬嘴唇，对男生说了句什么，然后独自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琛哥，他站在卡座边，声音有些干涩，目光快速扫过凯茜、小雨等人，最后落在我脸上。你怎么在这儿？这些是你朋友？我点点头，语气平淡。带朋友们出来坐坐。你呢？怎么跑酒吧来了？约会？我看了眼那个站在原地有些局促的男生，林薇的脸微微泛红，解释道：那是我同学。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问：琛哥，你还好吗？我很好。我打断他，举了举酒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明天你姐婚礼，恭喜啊！林薇眼神复杂的看着我，又看看我身边这些明显不是普通朋友的女孩，欲言又止。琛哥，我知道我姐她有时候脾气是大了点，做事业，但你真的没必要这样。你这样我看着都难受。难受？我扯了扯嘴角，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我挺好的，吃得好，玩得好，有什么可难受的？你去陪你同学吧，别让人家等急了。林薇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只是用那种些许失望的眼神看了我最后一眼，转身回到了男生身边。两人很快找了个远离我们的角落坐下，但林薇的目光仍不时瞟过来。这个小插曲让卡座的气氛更加微妙。陆少，刚才那小姑娘挺关心你的吗？我瞥了她一眼，没接话。林薇那点小心翼翼的同情，比周彻直接的敌意更让人烦躁。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尤其是林雅那边的人。走吧，没意思。我放下杯子，准备起身。就在我们一行人走到酒吧门口时，一个略带戏谑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哟，这不是咱们陆大情圣吗？怎么着，被林姐踹了，就跑来这种小清新地方疗伤了？我转头看去，只见3、4个人刚从一辆改装过的跑车上下来，为首的那个正是周彻的忠实跟班赵峰。他家里做建材生意，有点小钱，但一直以周彻马首是瞻。此刻他穿着花哨的衬衫，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讥诮笑容，上下打量着我以及我身后那群格外引人注目的女孩。他身边几个跟班也哄笑起来，眼神不怀好意的在凯茜他们身上打转。保镖立刻不动声色地向前半步，将我护在身后。我抬手示意他们稍安勿躁。赵峰，好狗不挡道。我看着他，语气没什么起伏。赵峰脸色一沉，但很快又换上那副欠揍的笑容。
往前走了2步，一脸嚣张道：“陆琛，你嘴还挺硬啊，怎么拿了林姐1个亿就觉得自己又行了？找这么多妞是想向谁证明你不是个废物啊？”他刻意提高了音量，引得酒吧门口零星进出的人都看了过来。林薇和她的男同学也正好出来，看到这架势，脸色一变，停下了脚步。赵峰，你胡说什么？林薇忍不住出声，脸气得发红。哟，林薇妹妹也在啊。赵峰斜睨了林薇一眼，语气轻佻：“怎么，你也想来分一杯羹？可惜啊，你姐不要的货色，你也看得上。”林薇气得浑身发抖，她身边的男生想上前，却被赵峰一个跟班瞪了回去。我没理会林薇那边，目光落在赵峰那张嚣张的脸上。赵峰，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周围的嘈杂稍微安静了些。你跟着周彻像条哈巴狗一样舔了这么多年，他赏你几根骨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挺威风的？赵峰的笑容彻底僵住，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陆琛，你找死！找死的好像是你。我往前踏了一步，眼神平静地看着他。我给你3秒钟滚开，不然我不介意替你爹妈教育教育你，什么叫祸从口出。给脸不要脸！赵峰被我彻底激怒，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和他小弟的面，他猛地伸手，想越过保镖来揪我的衣领。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站在我左侧那个的保镖动作快如闪电，在赵峰的手刚伸到一半时，大手已经后发先至，精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反向一拧。赵峰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他的几个跟班见状，叫骂着就要冲上来。另外2名保镖几乎同时动了，动作迅猛高效，一个侧步上前，一记凌厉的手刀砍在冲在最前面那人的脖子侧面，那人哼都没哼一声，直接软倒在地。另一个则是一个低扫腿，接迅猛的擒拿，瞬间将2人制住，按在了他们自己的跑车引擎盖上，疼得龇牙咧嘴。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干净利落。赵峰还在惨叫，额头冷汗直流。保镖扭着他手腕的力道丝毫未松，只需再加半分力，他的手就要断了。我走到被制住的赵峰面前，蹲下身，看着他那张因为疼痛和恐惧而扭曲的脸。现在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吗？陆琛，你敢动我，周少不会放过你的，林家也不会。赵峰疼得声音发抖，却还在嘴硬。我轻轻叹了口气，对保镖点了点头。保镖手腕再次加力。我错了，陆少，陆少饶命！赵峰终于撑不住，涕泪横流的惨叫求饶。刚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声音太小，听不清。陆少，我错了，是我嘴贱，是我有眼无珠，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赵峰哭喊，狼狈不堪。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看了一眼旁边吓得脸色煞白的林薇，和他同样震惊的男伴，又看了看周围几个远远围观不敢靠近的路人。以后见到我，记得绕道走。然后对保镖示意，扔远点，别碍眼。保镖像拎小鸡一样，把惨叫求饶的赵峰和他那几个同样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跟班拖到了街角阴影处，远远扔开。整个过程，凯茜、小雨他们都屏住了呼吸，直到此刻才稍稍放松，看向我的眼神除了之前的讨好，更多了一丝敬畏和复杂。安娜则眼神发亮，似乎觉得格外刺激。林薇走过来，脸色依然有些发白，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琛哥，你这样，赵峰他肯定会去跟我姐和周彻添油加醋的说的。说就说吧。我无所谓的耸耸肩。你觉得我现在还在乎他们怎么想吗？林薇哑口无言，眼神里的同情似乎被一种更深的困惑和担忧取代。她似乎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眼前这个她熟悉的琛哥，好像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没再理会她，转身走向车子。路上，我们现在去哪儿？安娜跟上，语气带着兴奋。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刚才那点微不足道的冲突，像投入水中的小石子，涟漪很快平息。去下一场。酒吧里灯光迷幻，音乐震得人耳膜发麻。可我心里头那处空落落的地方，怎么也填不满。尤其是想到周彻这个贱人，更是烦得厉害。我低声骂了句，扯开衬衫最上面的2颗扣子，一把衣服拽了下来，然后抓起一瓶没开的威士忌，直接对嘴吹。烈酒烧过喉咙，稍微驱散了一点心中的冰冷和麻木。没意思，真是越来越没意思了。我看着围坐在卡座边的漂亮妹子们，她们都穿着性感惹火的裙子，一个个妆容精致，眼神带着讨好和期待。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没劲。目光扫过桌上琳琅满目的酒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全部围过来。我敲了敲桌子，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把这些全给我混一块儿。我指了指桌上那些开封没开封的洋酒、红酒，弄个大的深水炸弹。女孩们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兴奋地欢呼起来。凯茜直接把半瓶威士忌倒进一个巨大的醒酒器里，小雨红着脸也学着把洋酒咕咚咕咚往里灌。其他女孩有样学样，五颜六色的液体哗啦啦地往里面倒。路上好了。安娜把沉甸甸的醒酒器推到我面前，里面荡漾的浑浊液体怕是有2-3斤。我咧嘴一笑，一把夺过来。我仰起头，没有犹豫，对着瓶口就开始灌。乱七八糟的酒精混合着糖浆和香料的味道，辛辣灼热，一股脑冲进喉咙，然后在胃里炸开，火烧火燎的感觉瞬间席卷全身。我放下醒酒器，里面空了一半。
周围爆发出激烈的掌声和尖叫。哥哥好厉害！陆少海量，我抹了把嘴角，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在血液里奔涌。这就厉害了。我嗤笑，伸手又捞过一瓶龙舌兰，琥珀色的酒液在射灯下泛着诱人的光。我一口气直接把一瓶干了。醉了就好了，醉了就不会想起林雅偶尔施舍般看向我时眼里那虚假的温度。醉了就不会去数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要死了。来，继续。我吼了一声，抄起那杯混了不知道多少种酒的醒酒器，再次往嘴边灌。就在我昂起头的那一瞬间，喉咙深处毫无预兆地涌上一股强烈的血腥味，我甚至没来得及反应。下一秒，温热的液体猛地从我嘴里吐了出来，直接喷溅在面前的吧台上。暗红色的血迹在白色大理石台面上迅速蔓延，场面骇人至极。音乐好像停了，又好像是我耳鸣了。哥哥，怎么了？你怎么了？陆少，天啊，血！陆少吐血了！妹子们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凯茜的脸瞬间惨白，小雨直接吓哭了。安娜还算镇定，但手也在发抖，想过来扶我又不敢。我被那口血呛得弯下腰，剧烈的咳嗽起来，每咳一下就有更多的血从嘴角溢出，滴落在地毯上、沙发上。胃部依旧冰冷，毫无感觉。我虽然没有痛感，但有一种生命被快速抽离的虚无感正在蔓延我的全身。没事，你们别怕，我没事，大家别紧张，我就是喝猛了而已。这次吐出来的更多，暗红的血块混着酒在我的身下蔓延，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也短暂把酒精味压过。我想说话，但我说不出来。我艰难地扶着吧台的边缘，大口大口地呕出暗红的血液。眼前的场面顷刻间一片狼藉，倾倒的酒杯滚落，昂贵的酒液混合着我的血水，沿着吧台边缘蜿蜒流淌。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啊！经理，这里有人吐血了！让开，都让开！酒吧的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客人们也远远围观看热闹。而更刺耳的是那连绵不绝的镜头咔嚓声，埋伏了许久的狗仔们此刻正疯狂地按着快门，记录着眼前这骇然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奇异地冷静下来，耳鸣渐渐消退，周围的嘈杂声重新涌入。我颤抖着手摸出裤兜里的手机，屏幕自动亮起，时间0小时0分0秒，第7天到了。屏幕上方无数推送消息争先恐后地弹出来，最上面一条带着吸引人眼球的标题：陆琛深夜酒吧狂呕鲜血，现场惨烈。保镖终于冲破混乱的人墙挤了进来，两人一左一右架起我的身体，我浑身都是血和酒，狼狈不堪，但脑子却异常清醒。我被半拖半扶着往外走，视线扫过那些看热闹的脸，扫过不断闪烁的相机镜头。酒吧门口早已被闻风而来的媒体和看热闹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闪光灯连成一片，几乎让人睁不开眼。无数话筒像长枪短炮般捅到面前。陆先生，你为什么吐血？是因为酗酒过度吗？陆琛，你是不是得了绝症？这些天的疯狂是不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你对林雅小姐明天大婚有什么看法？你今晚是在用这种方式抗议吗？陆琛，说两句吧，你是不是后悔了？谩骂声、惊呼声、质问声铺天盖地，几乎要将我淹没。保镖们黑着脸，用身体组成人墙，奋力推开人群，护着我朝停在路边的车移动。车门关上，隔绝了大部分噪音。车子猛地窜出，甩开后面几条紧追不舍的采访车。车里很安静，只有我粗重艰难的喘息声。我蜷缩在宽大的后座上，衬衫黏腻地贴在皮肤上，全是半干的血迹。手机在疯狂地震动，我点开屏幕，推送消息还在源源不断地跳出来。陆琛议员分手费后的末日狂欢终以呕血收场。血溅酒吧，陆琛死前7日的终极疯狂，从替身到疯狗，陆琛被抛弃后的毁灭之路。林雅婚礼前夜，前男友陆琛酒吧呕血，婚礼变修罗场，全网疯传背弃男星在豪门婚礼现场呕血是炒作还是诅咒？每一条标题都触目惊心，吸人眼球。我手指发颤，点开下面评论区，热评第一条就是攻击他的，为了红真是命都不要了，吐这么假的血，演技倒是不错，被甩了就发疯报复社会，这种垃圾赶紧死吧，活着污染空气。明知道人家明天结婚，今晚来这么一出，真是晦气到家了。当个替身，还把自己当正主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玩意儿，吐点血装可怜，早干嘛去了？恶心，肯定是想搅黄林女神的婚礼，心机难不得好死。这些评论一字一语充满了恶意，即便我知道这些评论对于网友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劲爆的八卦，但作为正主，见到这些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谩骂攻击，早就没了心的我，还是会感到一阵沉闷的心疼。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着柳源的名字。我深吸一口气接通，装作没事人的语气：喂，云姐，突然打电话过来干嘛？陆琛，你到底在哪儿？柳云的声音又急又怒，
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想象到他此刻暴跳如雷的样子。新闻我都看到了，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不是说好了玩几天就收心吗？怎么玩到医院去了？你现在到底在哪儿？我望着车窗外，车子已经开出了城区，走在偏僻的环山公路上，外面没有路灯，只有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惨白的路面。云姐，我轻声说，喉咙里又有血腥味泛上来。我让他们都先回去了，该结的费用我转账到你公司账上了，你查收。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个？柳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现在人到底在哪儿？伤得重不重？我马上过来接你去医院。不用了，我打断他，声音平静的自己都觉得陌生。云姐，我快死了。电话那头瞬间死寂，几秒钟后，柳云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恐慌和强行压制的怒火。你说什么胡话？有钱不去医院，你瞎折腾什么？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我不想治了。我看着窗外，远处山坡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形状怪异的树，在暗淡的月光下，像一只伸向夜空求救的手。治不好了。陆琛，我去你的！柳云骂了句粗口，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你别犯傻，告诉我你在哪儿，三姐求你了。我没再说话，直接按下了挂断键。手机屏幕按下去，又固执地亮起来。柳云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跳动。我滑动屏幕设置了静音，然后把手机丢在一旁，摸出烟盒，抖出一根点燃。猩红的火星在昏暗的车厢内明明灭灭。我按下车窗，冰冷的夜风灌进来，吹散了浓重的血腥味和烟味。鬼使神差的，我捡起手机，对准那棵怪树，连拍了2张。扭曲的树影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绝望。我手指滑动，点开了那个置顶的联系人林雅。最后一条消息还是7天前他发来的分手通知。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几秒，正要退出，突然一条新信息弹了出来，来自林雅。我点开，只有1行字，每个字都透着冰冷的厌烦和理所当然的质问。陆琛，你闹够了没有？1个亿不够，还想要多少？直接说个数。没有询问，没有关心，只有认定我在用这种不堪的方式向他勒索。我自嘲地笑了笑，看，陆琛，这就是你7年掏心掏肺换来的。习惯真是可怕的东西。到了这一刻，看到一道特别的风景，手指竟然还会下意识地想分享给他。退出和他的对话框，我返回到社交软件的主页，把刚才拍的那张怪树的照片上传，发了个朋友圈。这棵树长得真丑。做完这一切，我像是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瘫在后座上。消息刚发出去没几秒，点赞和评论的提示音就像炸了锅。呵呵，吐完血还有心情拍树，心机屌丝，破坏林女神婚礼未遂，开始装文艺了。陆琛，你贱不贱？渣男给爷死！明年今天你坟头草肯定比这树还丑。接电话，陆琛，你接电话啊！这条来自柳云，她显然已经气疯了，从私聊骂到了评论区。就在这时，特别关心的提示音尖锐地响起，像根针扎进耳膜。我盯着屏幕，呼吸一滞。林雅的头像旁边跳出一条新消息：别以为玩这种要死要活的把戏就能改变什么，新郎永远不会是你。陆琛，你让我恶心透了。每个字都淬着冰，带着他一贯居高临下的鄙夷和厌弃。温热的东西掉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了那几个冰冷的字。我茫然地抬手摸了摸脸，不知道在何时，早已泪流满面。骗子，全都是骗子。我一边哭一边点开通讯录，找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拉黑、删除，社交软件拉黑删除，所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方式，一个一个彻底抹掉。做完这一切，我脱力般瘫回去，大口喘气，眼泪还在不停地流。系统，我带着哭腔在脑海里对着系统质问：我不是吃了那个破果子吗？不是不会痛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疼？我用力捶打着自己心脏的位置，难受，我真的很难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宿主无痛果实仅作用于生理痛觉感知系统，当前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区里，属于精神层面反应，果实无效。系统依旧一丝不苟地解释。无效。我神经质地笑起来，眼泪却流得更凶。我不信邪地猛地拉开副驾前的储物抽屉，胡乱摸索找到了一把折叠水果刀。我拿出刀，没有丝毫犹豫，我卷起沾满血污的衬衫袖子，对着小臂狠狠划了下去。皮肤割裂的触感清晰传来，温热的液体瞬间涌出，顺着皮肤流淌。可是没有预想中的刺痛，只有一种麻木的感觉。看着血涌出来，心里却更空了。不够，不够！我喃喃着，像疯了似的，又连续在自己手臂上划了好几刀，一道比一道深，鲜血汩汩流出，很快染红了整条手臂。最后，我将刀尖抵在了手腕内侧的大动脉上，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战。宿主，请停止自毁行为，倒计时9分47秒。系统的声音停顿了一下。下个任务世界，我会尽量为您筛选轻松愉快的恋爱小剧本。我松开手，沾满血的刀掉在车底，我靠在座椅上，剧烈的喘息，眼前一阵阵发黑。不知何时，窗外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车顶和车窗上，声音密集而沉闷，渐渐连成一片。
整个世界仿佛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笼罩。我静静地听着雨声，感受着体温和力气随着血液一点点流失，视线开始模糊旋转，车载屏幕的光，窗外偶尔掠过的远处灯火渐渐失去轮廓。倒计时10、9、8，系统轻柔的提示音在脑海深处响起。3、2、1，脱离程序启动。就在这一刹那，我感觉身体猛地一轻，像挣脱了某种沉重的束缚。一种奇异的视角展开，我看到自己那伤痕累累的身体，依旧蜷缩在越野车后座上，握着的手机从那只沾血的手中滑落，掉在脚边。几乎就在手机落地的瞬间，屏幕猛地亮起，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林雅，而我已经感觉不到那震动，也听不到铃声了。我只是一个逐渐抽离的意念。电话无人接听自动挂断，下一秒，信息提示音连珠炮般响起。陆琛，你接电话？你到底在玩什么？你想要多少？你说10个亿还是100亿？我给你，你现在就给我接电话。网上的录音是假的，对不对？你说话，陆琛，你回答我。字句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失态，甚至透出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恐慌。网络世界早已天翻地覆。柳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数条崩溃般的信息，艾特我，要求我立刻出现。之前陪我游玩的那个女孩，住处被媒体和好事者围堵，镜头怼到他们苍白的脸上，逼问我的下落，我的状况。他们大多紧闭着嘴摇头，或者慌乱地躲开镜头。只有凯茜在推开一个记者时，红着眼眶吼了一句：“你们能不能有点人性？他只是生病了。”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扒出，我早已清空的公寓、注销的各类账户，以及医院那边隐约传来我被诊断出晚期胃癌的模糊信息。网友们吵翻了天，一部分人依旧坚信这是一场无耻的炒作，剧本痕迹太重了，吐血肯定是特效妆，为了搅黄婚礼不择手段。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动摇，谁会用绝症来炒作？那些女孩的反应不像是演的。再说柳云那种身份的人，没必要配合她演这种戏吧。污言秽语和渐渐增多的疑惑惊愕交织在一起，评论区变成了混乱的战场。雨越下越大，我飘在城市上空，冰冷的雨水穿透我虚无的身体，脚下是笼罩在雨幕和霓虹中的庞大城市，一切依旧繁华忙碌。我在等什么？或许只是想最后看一眼这场因我而起的荒唐的喧嚣。没过多久，崎岖泥泞的山道尽头传来引擎轰鸣的声音，刺目的车灯撕裂雨幕，一辆黑色宾利以近乎失控的速度冲来，猛地急刹，驾驶座车门被粗暴推开，林雅冲了出来。她甚至没打伞，身上那件昂贵的米白色风衣早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头发凌乱地贴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她一眼就看到了停在前方荒草中我那辆沾满泥污的越野车。陆琛，她声音颤抖着，似乎失去了所有力气。她踩着满是泥水的高跟鞋，艰难地朝车子狂奔，完全不顾形象，泥土溅满了她的裤脚和衣摆。跟在宾利后面赶到的几辆狗仔车也刹停了，记者们扛着相机蜂拥而下。血，快看，有血流出来！一道暗红色的血痕从越野车驾驶座一侧的门缝流了出来，混入泥泞的地面，向着路边的排水沟方向延伸。闪光灯不断闪烁，狗仔队们全都疯了，就像是嗅到了血的鲨鱼，疯狂捕捉着这骇人的一幕，捕捉着林雅瞬间僵硬的背影。她停在了离车子几步远的地方，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踩在泥泞中的鞋尖，那里暗红色的水渍正缓缓晕开，与她鞋面上昂贵的皮革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湿透的衣衫下，单薄的脊背绷得笔直，却无法控制的颤抖。不，这不可能！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打湿她的头发，顺着她惨白的脸颊滑落。我悬浮在车顶上方，静静地看着她，看着这个我爱了7年，也让我痛苦了7年的女人。在她愣神之际，已经有一位胆大的记者偷偷摸到了车门前，想要近距离拍摄特写。车门刚拉开，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传来，车内的景象暴露在闪烁的警灯和惨白的相机闪光灯下。驾驶座上，我以扭曲的姿势歪靠着，到处都是暗红发黑的血，身上那件价格不菲的衬衫被血浸透，紧紧贴在苍白到透明的皮肤上。最触目惊心的是脖颈一侧，一道深刻的伤口仍在缓慢地渗出暗红的血。林雅被那声尖叫和眼前的景象刺穿了神经，她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尖叫着撞开挡在身前的人群。滚开，全都给我滚！她张开双臂挡在打开的车门前，雨水或泥浆糊满了她昂贵的礼服裙摆，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又或者是刚才沾染的血污。她的眼睛死死瞪着那些还想举相机的人，眼中翻滚着一种近乎癫狂的恐惧和暴怒。拍什么拍？谁让你们拍的？滚！都给我滚到山下去！或许是他此刻的样子太骇人，或许是随后赶到的警察开始清场，人群终于慢慢后退，但无数镜头仍远远对准这里，直到视线里再没有那些苍蝇般的记者。林雅浑身的力量像是瞬间被抽空，
他踉跄着扑进车内，狭窄的空间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早已失去温度的脸颊，触感冰冷而陌生。他猛地缩回手，又像是无法置信般，死死攥住那只同样冰冷僵硬的手腕。陆晨，他的声音很轻，别装了，起来，你再给我装啊！他用力摇晃那具毫无生气的躯体。起来，让我看看你那副吊儿郎当的笑脸，你不是最喜欢笑吗？随着他的摇晃，我的头无力地垂向一边，脖颈伤口处尚未完全凝固的暗红的血顺着他颤抖的手腕流下。林雅的动作僵住了，下一秒，他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松开手，却又在瞬间伸出双臂，死死抱住了那具冰冷僵硬的躯体。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你说过的，你说最后机会会给我的，你说话啊，陆晨，你起来骂我啊！雷声在远山滚动，雨点更急了，噼里啪啦砸在车顶。他的哭喊混在雨声里，绝望而无助。飘在半空中的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攻略他7年，多少个深夜守着冷掉的饭菜等他回家，多少次精心准备的惊喜被他随手扔进垃圾桶。那些被无数次挂断的电话，石沉大海的消息，永远排在别人后面的需求。现在这副肝肠寸断、悔不当初的模样，演给谁看呢？暴雨倾盆，警笛声由远及近，红蓝光芒穿透雨幕，一辆警车急刹，泥水飞溅。柳云推门冲了下来，甚至没穿雨衣，衣服瞬间湿透。他一眼就看到了洞开的车门和里面的景象，整个人像被雷击中，猛地定在原地，脸色变得比纸还白，嘴唇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陆，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完整的声音。随即，他看到了紧抱着尸体不放的林雅，一股暴怒陡然冲垮了理智。柳云像头发怒的母狮，冲过去，双手用力，狠狠将林雅从车里拽了出来。放开他，林雅，你现在装什么样子啊？当初是谁趾高气扬，甩出1个亿，让他拿钱滚蛋，别再出现在你和周彻的生活里？是谁？现在知道哭了，晚了。陆琛他胃癌晚期，他确诊那天，一个人在医院走廊坐到半夜，他给你发消息，给你打电话，你回他什么？别拿生病博同情。林雅，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警务人员迅速拉起警戒线，勘察灯惨白的光束射入车内，照亮每一片凝固的血痂，每一处狰狞的痕迹。行车记录仪的数据被导出。当最后那段画面在技术警员的平板电脑上播放出来时，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画面里，陆琛仰头灌下那杯酒，眼神里有种近乎疯狂的平静。然后，他拿起刀，对着自己的手臂脖颈，动作决绝，没有一丝犹豫。这得多疼啊！一个年轻的辅警别过头，声音哽咽。他最后好像笑了一下。有人难以置信的低语。柳云猛地捂住嘴，转过身，肩膀剧烈的颤抖起来，压抑的哭声被更大的雨声吞没。而林雅则死死盯着那小小的屏幕，盯着画面里陆琛最后那个模糊带着解脱意味的笑容。他瞳孔剧烈收缩，身体开始无法控制的摇晃，要不是及时扶住车门，差点瘫倒在泥水里。警局询问室，灯光惨白刺眼，柳云将一沓病历复印件重重摔在桌面上，纸张散开，上面胃癌晚期的诊断结论触目惊心。半年前就确诊了，医生说最多1年。柳云眼圈红肿，声音因激动而沙哑。他求过你吗？哪怕1次，他得到过你半点关心吗？没有，只有冷嘲热讽。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水杯倾倒，水流了一桌。现在人死了，你们还想问什么？问他为什么自杀？他活着的时候，你们谁问过他一句你疼不疼？走出警局时，雨小了些，但门口聚集的媒体比来时更多。闪光灯瞬间连成一片，话筒几乎要戳到林雅脸上。林小姐婚礼还会继续吗？对于陆琛先生的死，您有什么想说的？传闻你们分手时，您给了他1个亿，这是封口费吗？林雅脸色惨白如鬼，头发凌乱，昂贵的婚纱污秽不堪。她眼神空洞，对周围的提问充耳不闻。突然，她像是回过神，猛地转向正要上另一辆车的柳云，冲过去死死抓住她的手腕。把他的骨灰给我。林雅的声音干涩破碎，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乞求。我想带他回家。柳云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她看着林雅，眼神里的悲痛被冰冷的憎恶取代。你配吗？他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像刀子。说完，他用力甩开林雅的手，转身拉开车门。林雅被甩得踉跄后退，高跟鞋深陷进路边的泥水坑。他望着柳云车子决绝驶离的尾灯，突然像是被抽走力气，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坐在冰冷的积水里。污浊的泥水瞬间浸透了他最后一点体面。远处，原本预定举行婚礼的教堂方向，隐约传来报时的钟声。浑厚的钟鸣穿透雨幕，本该是礼成的时刻。回应他的只有跪在泥水中的女人，那压抑到极致后终于崩溃的痛呼。而我飘在渐渐放晴的夜空下，俯瞰着这出闹剧的中场，心中一片漠然的平静。这场长达7年的攻略闹剧终于完了。
林雅还半跪在泥泞里，湿透的婚纱糊满泥浆，头发粘在惨白的脸上。雨停了，围过来看热闹的人却更多了，指指点点，手机镜头对着他拍个不停。网上早就炸了。最开始发现现场的媒体里有不要命的开着直播，虽然直播间秒封，但车门打开，那血腥恐怖的几秒钟画面早就被人录屏，像病毒一样疯传。陆琛确认死亡，死因自杀，身上多处刀伤，失血过多，死在林雅婚礼当天。据医学专家分析，其病情并非完全没有治疗希望，若积极救治，仍有延长生命的可能。陆琛手握1亿分手费，不存在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情况。各种消息截图铺天盖地。根据朋友柳云的通话录音，系主动放弃治疗，求死意愿强烈。据悉，陆琛生前已将剩余财产全数捐给贫困儿童助学基金会。各种消息截图铺天盖地。紧接着，那10几个女孩的采访视频也被放了出来。陆哥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刘姐跟我们说，陆哥心情不好，失恋了，让我们陪他散散心，想办法让他高兴点。旁边短发女孩点头补充，他叫我们过去那天，就是林小姐跟他提分手的时候，我们猜他是故意做给林小姐看的，可能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有点反应。另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小的女孩忍不住插嘴，说是开一间房，那是总统套房，好几个卧室呢。陆哥自己睡主卧，根本就没碰我们。他喝醉之后会自己躲到阳台，我们听到过他好像在哭，还小声念什么小雅。他肯定还特别在乎林小姐，所有人都觉得是他缠着林小姐，是他死皮赖脸，明明病了还陪我们喝酒玩通宵，那得多疼啊！他可能就是不想活了吧。飘在半空看戏的我听得一阵尴尬，喝醉了哭，还念叨他名字，老子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幸好死透了，不然真成社会性死亡了。茶几抽屉被粗暴拉开，里面的东西哗啦散落一地，储物柜、衣柜、书房所有能打开的地方都被他翻遍，衣服杂物扔得到处都是，一片狼藉。最后他冲进卧室，扑到床头柜前，手指颤抖着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杂物不多，他胡乱扒拉，指尖触到一个硬质的文件袋，他一把抽出来，文件袋没封口，他抖着手从里面抽出一份已经有些发黄的纸质报告，目光扫过最上面的诊断结论，他的呼吸骤然停止了。骗人的，他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和哭腔。阿琛，你骗我的对不对？指甲无意识地刮过纸张，他死死盯着胃癌晚期那几个打印出来的黑字，视线下移，看到下面医生的建议，建议立即住院接受系统治疗。一滴滚烫的液体毫无预兆地砸在那行医嘱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报告被撕成2半，碎纸片如同苍白的雪花从他颤抖的指尖纷纷扬扬飘落，洒了一地。就在这时，扔在客厅地板上的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是秘书小程发来的消息。林总，行车记录仪的备份数据已经从警方那边拿到了，刚发您私人邮箱，请查收。他踉跄着走过去，捡起手机，手指僵硬地点开邮箱，下载附件。视频开始播放，画面摇晃，光线昏暗，但能清晰地看到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看到惊悚处，林雅的手猛地一抖，手机差点脱手。他下意识地把手机死死抱在胸前，仿佛这样就能阻挡画面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秘书小程还附上了根据时间线整理的说明。陆先生在与柳云女士通话后，拍摄了窗外树木的照片，初步推断其原本意图可能与您分享，但在看到您发送的信息后，转而发布在社交平台。陆先生情绪出现剧烈波动，并取出刀具。林雅重新睁开眼，死死盯着屏幕上自己最后发出去的那几条消息，那些冰冷带着高高在上质感的文字，此刻像烧红的烙铁，烫进他心里。他突然低笑起来，然后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失控，最后变成了混合着无尽悲凉和自嘲。笑着笑着，眼泪却毫无征兆的滚溅，狼狈不堪。陆琛，这就是你给我的报复，用这种方式让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他颤抖着伸出食指，轻轻触碰屏幕上我那张模糊的脸，指尖只传来玻璃屏幕冰冷的触感。你赢了。他颓然垂下手，喃喃道：我错了，错得一败涂地。飘在一旁的我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痛苦悔恨的模样，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说真的，我从没想过用死来报复谁。攻略失败，心灰意冷，加上那该死的绝症和倒计时，自己选了个痛快点的结局而已。系统老弟，我在心里问，他现在这算什么意思？本系统为任务辅助程序，无法解析人类复杂矛盾的非理性情感。系统机械回答，顿了顿又补充道：另外提醒宿主，由于您未按协议实现，提前采取极端方式脱离，已构成违规操作，您的灵魂滞留属于程序漏洞。若下次再未经允许卡 bug， 惩罚将不仅限于灵魂观察模式，可能涉及更负面的体验，例如伴随躯体经历完整的腐败过程。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
我瞬间一个机灵，赶紧把这可怕的念头甩出去。当然还是老老实实看戏吧。我看着林雅抓起酒瓶，继续往嘴里灌酒。很快，那半瓶酒见了底。她眼神涣散，摇摇晃晃站起来，冲进卫生间，抱着马桶吐得天昏地暗，额头上全是冷汗。就在这时，被扔在客厅的手机又响了。她胡乱擦了把嘴，踉跄着走过去接起来。说，林总。小程的声音小心翼翼，带着明显的为难。我知道这时候不该打扰你，但是柳云女士那边，她现在在城西殡仪馆，准备送陆先生进去火化，您要不要过来一趟，见陆先生最后一面？林雅握着手机，整个人僵在那里，像是没听懂。好几秒钟后，她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告诉我具体地址在哪儿。拿到地址，她像是瞬间清醒，跌跌撞撞就往外冲。赶到殡仪馆时，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空旷冰冷的告别厅侧门，工作人员正推着一辆铺着白布的担架床，缓缓走向走廊尽头那扇沉重的金属门。白布下隐约勾勒出人体的轮廓。我心里突然冒出个荒谬的念头：追夫火葬场，这还真是字面意思。等等！一声带着绝望哭腔的吼叫，猛地响在寂静的走廊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柳云回头看到是林雅，眼睛瞬间就红了。林雅，你还有脸来这里？滚！你给我滚出去！柳云。林雅浑身酒气，头发凌乱，眼神里是一种近乎卑微的哀求。让我再看看他，求你了。看他。柳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行车记录仪你没看吗？要不是你最后那些混账话，他会那么决绝的往自己身上动刀。林雅，收起你这套假惺惺的嘴脸。陆琛他不想见你，他要是知道火化的时候你在旁边，怕是能气得坐起来。赶紧给我滚！柳云越说越激动，抄起旁边墙边靠着的一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木棍，劈头盖脸就朝林雅打过去。你现在知道难过了？早干什么去了？给我滚！林雅不躲不闪，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砰砰，木棍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肩膀上、后背上。他被打得踉跄，却依旧固执地看向那辆停下的推车。柳云怒火攻心，又是一棍子挥过去，这次砸在了他的额角。一声闷响，鲜红的血瞬间从他额角涌了出来，顺着苍白的脸颊蜿蜒流下。他晃了晃，抬手抹了把额头的血，视线依旧固执地锁定在白布覆盖的轮廓上，仿佛那流淌的鲜血和疼痛都不存在。小程气喘吁吁地冲进殡仪馆侧厅，就看见柳云举着木棍，林雅额头淌血，场面一片混乱。柳小姐，住手！你这样是犯法的。小程急忙冲上去，从后面架住柳云的胳膊。别打了，陆先生死了，林总他也很难受。他难受？柳云剧烈挣扎，眼睛红得吓人。他要知道难受，早干嘛去了？他要和姓周的结婚了，我看他巴不得陆琛死了干净。不是这样的。小程死死拦住他，急切地想解释。林总他其实……话没说完，暴怒中的柳云一肘狠狠撞在小程胸口。小程痛哼一声，捂着胸口弯下腰，脸皱成一团，一时喘不上气。柳云挣脱开来，喘着粗气，目光像刀子一样瞪向一直沉默僵立的林雅。说话。他声音嘶哑，带着泪意和滔天的恨意。哑巴了，理亏了，还是非得你那好秘书替你辩解？林雅站在离推车几步远的地方，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你说话啊，林雅！柳云猛地提高音量，声嘶力竭，身体因极致的愤怒和悲伤而抖个不停。你不是很能说吗？不是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吗？现在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他的吼声在空旷冰冷的厅堂里撞出回声，混合着绝望。我飘在旁边，看着柳云哭得几乎崩溃的样子，心里一阵发抖。我想告诉他别哭了，我不疼了，我马上要去下个世界吃香喝辣了。可我说不出，他也听不见。过了不知道多久，林雅的嘴唇几不可察地动了动。对不起。柳云先是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哭着笑出声，笑声里充满了刺骨的嘲讽和悲凉。对不起，呵呵，对不起。他笑得前仰后合，眼泪却流得更凶了。林雅，你一句对不起，就想把这件事情接过了。他因为你在身上划了那么多刀，血都流干了，你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他猛地止住笑，眼神变得凶狠异常，死死盯住林雅，一字一顿诅咒道：你要真觉得对不起他，好啊，他因为你挨了多少刀，你也在自己身上划多少刀，一模一样。你做到了，我就原谅你。空气骤然凝固。柳小姐，你疯了，这怎么能？他的话噎在喉咙里，因为林雅缓缓抬起了头，鲜血糊了他半张脸，顺着额角流进眼睛里，让他看东西有些模糊。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没有恐惧，也没有犹豫，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柳云已经准备好，听到反驳或看到退缩，嘴角甚至扯出了讥诮的弧度。然而下一秒，一道寒光闪过，谁也没看清林雅从哪里摸出来的刀。
刀尖毫不犹豫地刺破了他的手臂上，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身上的婚纱。林总，你别冲动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他像是感觉不到疼痛，用刀不停划过手上、身上，这种自残的疯狂行为吓呆了在场的所有人。医生，快叫医生啊！我想再看看他。柳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神里翻涌着难以置信。林雅不再看他，转身一步一步走向那辆停着的推车，血顺着他走过的地方连成断断续续的红线。他走到推车边停下，没有掀开白布，只是站在那里，低头凝视着白布下那个再也不会回应他的人。走廊顶灯惨白的光落在他身上，照着那身被血浸透的婚纱，照着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就在这时，远处终于传来救护车刺耳的鸣笛，由远及近。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冲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一个穿着血污婚纱、身上多处刀伤的女人，安静地站在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旁，无声凝视。这场面太过骇人，就像是拍恐怖片的现场一样。急救人员也被这疯狂的场面给惊呆了。林雅，你爱他吗？或者说你爱过他吗？林雅的眼睫颤了颤，目光终于从白布上移开，落在柳云脸上。她的瞳孔有些涣散，嘴唇因失血变得灰白。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里很难受，像要裂开了，喘不上气。柳云张了张嘴，所有堵在喉咙里的质问最终都没能说出来。这边伤者在这里。林雅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白布下的轮廓，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俯下身，带着无尽的悔恨和一句轻不可闻的声音：对不起。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身体里最后支撑的力量仿佛被彻底抽空，眼前一黑，整个人像断了线的木偶，软软地向后倒去。林总，快给他止血，上担架。急救人员迅速处理伤口，将昏迷的林雅抬上担架。鸣笛声再次响起，救护车闪烁着刺目的红光，急匆匆地驶离了这片弥漫着悲伤气息的地方，只留下满地刺目的血迹和一个站在原地面无血色的柳云。那个柳女士还继续吗？柳云像是被从深水中打捞出来，猛地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那辆沉没的推车，又看了一眼地上刺目的血迹，眼神复杂难明。继续吧。工作人员得到确认，开始沉默而利落的操作。金属轮子滚动，推床缓缓驶向走廊尽头那扇印着火化间字样的银色大门。柳云站在原地没动，目光追随着那抹白色，直到它消失在门后。我飘在推床上方，跟着一起进去，里面温度明显更高，巨大的焚化炉像沉默的钢铁巨兽。工作人员进行着最后的核对与准备，表情平静到近乎漠然。毕竟死人这种场面，他们见得太多了。当我的身体被送入炉膛，厚重的炉门缓缓关闭的瞬间，柳云像是终于被抽干了所有力气，背靠着冰冷墙壁，慢慢瘫坐在地。他把脸埋进膝盖，低声的哭泣。火炉内烈焰升腾，我看着那具承载了7年记忆、爱恨与痛苦的躯壳，在高温中最终化为灰烬。很奇异，我并没有太多想象中的恐惧或悲伤，反而有种终于解脱了的感觉。系统，我声音平静。你说林雅最后那样算是爱吗？哪怕一点点。宿主，根据本系统对爱的数据分析，该目标个体行为更符合重大损失后应激性悔恨行为，与爱关联度较低。哦，我应了一声，谈不上失望，毕竟早有预料。那我的任务，因为他最后这出能算完成不？好歹也攻略成功了吧？想啥呢，宿主？系统这次语气居然带了点人性化的嫌弃。协议判定以不可替代情感依赖为成功标准，且需在宿主存活状态下达成。您都提前把自己报销了，目标后续任何反应均不计入任务评估，本次任务失败。行吧，就知道没这种好事。不过，系统话锋一转，语气稍微轻快了点。鉴于宿主本次脱离方式过于痛苦，且灵魂滞留观察期间未引发额外世界线紊乱，本系统可申请酌情减免部分惩罚，并承诺下个任务世界一定为您筛选高福利、低难度攻略剧本。真的？我将信将疑。本系统诚信为本，现在开始最后脱离，倒计时10秒后启动世界穿梭程序。我最后看了一眼焚化炉内跃动的火焰，又穿过墙壁，看了眼外面瘫坐在走廊里，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的柳云。3、2、1，脱离成功，启动穿梭。并没有天旋地转的感觉，只是眼前的景象开始迅速褪色、拉远。殡仪馆惨白的灯光，冰冷的墙壁，瘫坐的柳云都渐渐模糊透明，最终被一片虚无的白光取代。在意识彻底抽离这个世界的瞬间，我对着柳云的方向轻轻动了动意念。云姐，谢了，保重。走廊里，一直把脸埋在膝间的柳云突然毫无征兆地抬起头，茫然地看向火化间紧闭的大门，又看向空无一物的走廊尽头。他脸上泪痕未干，眼神空洞，仿佛刚才有一阵极其轻微的风，带着一丝熟悉的气息拂过了他的发梢。
他怔了很久，最终轻叹了口气。他撑着墙壁慢慢站起来，拍了拍沾满灰尘的裤腿，最后看了一眼那扇不会再打开的门，转身一步一步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最终消失在建筑的入口，融入外面即将降临的暮色里。纯白的系统中转空间，我的意识体悬浮着，感觉不到形体，也感觉不到情绪，很奇特的平静。正在为宿主筛选新世界，系统的光屏在我眼前展开，无数信息流飞速滚动。筛选条件：现代背景、和平环境、身份安全、人际关系简单、主线任务明确、情感辅助目标、性格温和。匹配成功。光屏定格，显示出一个看起来阳光明媚、街道整洁的都市俯瞰图，旁边还有简单的文字介绍。新世界加载中，宿主，这次咱们去个轻松点的地。有金手指吗？宿主，咱们是正经攻略系统，不是龙傲天制造机。系统无奈。不过新身份家境优渥，身体健康，无重大历史遗的问题。初始好感目标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幼儿园老师，怎么样，够甜了吧？幼儿园老师，听起来是比林雅那种冰山总裁好对付1万倍。行吧，我接受了这个设定。什么时候走？现在。系统干脆利落。3、2、1，欢迎来到新世界。宿主祝您本次任务愉快。